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夕颜。在刚开始使用 DeFi 的时候，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被各种节点类型和配置选项吓到。但其实只要知道了 DeFi 工作流设计的底层逻辑，就能轻松掌握各种节点的使用方法和组合技巧。DeFi 工作流的核心理念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：数据在节点间的流转和转换。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是理解整个系统的关键。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揭开 DeFi 工作流的底层逻辑 ，Let's go！ 我是夕颜，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，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、最直观的例子，分享数据科学、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。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关注，不迷路哦。我们可以从输入输出的角度来理解工作流。想象一下工厂里的生产线，原材料从一端输入，经过各个工区的加工，最终从另一端输出成品。DeFi 的工作流也是遵循这一逻辑运作的。比如说，当你上传一份文档，想让 AI 帮你总结时，文档就是原材料，各种节点就是工序 ，AI 生成的总结就是成品。在 DeFi 工作流中，数据是如何流转的呢？每个节点都会接收上游节点传来的数据，进行特定的处理后，再将处理结果传递到下游节点。这个过程中，数据可能被转换、丰富、过滤或重组。关键是理解每个节点都有明确的输入期望和输出格式。比如，文本处理节点可能接收纯文本并输出结构化 JSON， 知识检索节点接收问题文本，输出相关文档片段。LLM 节点接收提示模板和变量，输出 AI 生成的内容。DeFi 提供了丰富的节点类型来满足不同的数据处理需求，每种节点都有特定的参数配置。熟悉这些配置选项对构建高效工作流至关重要。DeFi 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应用来满足不同场景的需求。Workflow 工作流应用就像是一条标准的生产线，从头到尾一次性完成所有处理。比如批量处理文档、自动化数据分析等任务就很适合用 Workflow 工作流应用特点：单次触发，完整执行，适合固定流程的任务，强调自动化和批处理，通常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。Chatflow 对话流应用更像是一个智能客服，可以持续对话，记住上下文。例如问答助手、学习辅导等场景就适合用 Chatflow。对话流应用的特点是持续互动，保持上下文，适合需要多轮交互的场景，强调对话体验和记忆能力，通常是开放式的交互模式。DeFi 工作流从宏观上可以分为3个核心功能模块，遵循经典的3段式处理架构，将复杂的 AI 应用分解为连贯的处理流程。数据处理模块，目的是为了接收、输入并标准化数据，核心任务是输入接收数据信息、格式转换、上下文构建。典型节点有开始节点，接收用户的文本输入；文档提取器，处理用户上传的文档，将文档转化为 LLM 可处理的文本；代码执行节点，解析和清洗输入数据，比如从 HTTP 返回的 JSON 格式结果。接下来 AI 生成模块也是 AI 应用的核心，目的是执行核心 AI 逻辑和业务处理，核心任务是利用 AI 能力处理信息，这是工作流的大脑。典型的节点有大语言模型 LLM 节点，生成文本内容，分析数据；知识检索节点，从知识库检索相关信息；Agent 节点，管理多步骤任务处理。最后一个是数据输出整形模块，目的是优化输出并呈现最终结果，核心任务是数据整形、结果格式化和数据聚合。典型节点有回复结束节点、模板转换节点、代码执行节点。相信大家也发现了，代码执行节点既出现在了数据处理模块，也出现在了数据输出整形模块，这正是 DeFi 工作流设计的灵活性体现。同一类型的节点可以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。代码执行节点就像一把多功能工具，在预处理阶段可以用于数据清洗和格式化，在输出阶段则可以用于结果整合与格式转换。
在下一篇中，我会继续为大家介绍代码执行节点，记得点赞关注，不迷路哦。虽然 DeFi 工作流遵循预处理、AI 处理、后处理的基本流程，但实际应用的复杂度各不相同。有些简单的 Chatbot 可能只需要3个基本节点就能完成功能，而更复杂的 AI 应用，本质上是这些基础模块的重复组合和嵌套。通过理解这种模块化构建的理念，你也可以将看似复杂的工作流拆解为可管理的组件，从而更轻松地设计复杂的 AI 应用。每个 DeFi 节点无论功能如何，同样也都遵循统一的输入、处理、输出的流程。在输入阶段，接收上游数据，准备节点所需的参数和变量；处理阶段，执行节点的核心功能，转化和生成新的数据；输出阶段，生成结果并传递给下游节点，维持数据流的连续性。这种统一的数据处理模式，确保了不同节点之间可以无缝衔接，形成完整的工作流。理解每个节点的输入需求和输出能力，是高效设计工作流的关键。在前面的章节中，我们已经了解了 DeFi 工作流的基本架构和节点体系。我们知道了工作流的本质是数据在节点间的流转与转换，也探讨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工作流结构。但要真正掌握 DeFi 工作流的设计，我们还需要深入理解一个核心问题，那就是数据本身的类型和特性。正如程序员需要了解编程语言中的数据类型才能编写高效代码， DeFi 工作流设计者也需要熟悉系统中的数据类型才能构建流畅的应用。接下来我用 Python 的代码来介绍6种 DeFi 中使用到的数据类型，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操作工作流中的数据。有编程基础同学可以跳过此部分。首先介绍一下前3种基本类型。第一种 Number， 这就像我们平时用的数字，可以是整数或小数，比如年龄25，整数类型称为整型；体重65.5有小数点，又称为浮点型；温度负10同样是整型，这里是负数。这些都是数字类型的值，它们之间就可以进行各种运算，比如 average temperature 这里计算平均温度，或者进行摄氏度跟华氏温度的转换。最后我们也可以将数字转化为字符串。第二种 string， 字符串就是文本信息，就像我们写的文字、句子或名字，比如这里的张三 Hello World 用单引号、双引号括起来的部分，如果要保持多行的格式，也可以用3个引号括起来。这个多行格式在高阶的模板转换中可能会用到。字符串操作这边，比如输出变量 name 中的第一个字符，在变量 greeting 后面加感叹号连接字符串，或者输出变量 greeting 中的字符数量，最后是将 greeting 中的字符转化为大写字母。这些操作在代码执行中都是可以完成的。第3种 Object 对象，这就像是一个包含多个信息的档案袋，每条信息都有标签和内容。比如一个人的档案可能包含姓名是张三，年龄是30，信息都是以键值对的形式出现，在 Python 中称为 Dictionary 数据类型，就是字典。这个字典中有5个 key， 代表5种不同的信息。 Name Age is Student 很好理解，后面2个不规则的地方是值 value 这边，不是简单的值字符串或是布尔值 true or false， 一个是方括号表示的列表，另一个是大括号表示的字典。这属于套娃操作了，简单说就是信息的嵌套。具体我们看下面如何提取 object 中的信息。通过变量名称 person 和 key 就能取到相对应的值了。 person name 就可以取到张三， person hobbies 取到的是一个含有3个元素的列表，因为索引是从0开始的，索引1取到的就是第2个值旅游。 person address city 字典嵌套字典取到的值就是北京。3种基本类型介绍完之后，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复合数据类型列表，可以想象成前3种的复数形式。第4种数字列表 array number， 这是一组数列，这里 scores 中有5个整形的数值， temperatures 里有4个浮点型的数值。通过数字索引，我们就可以提取到相对应的值。比如想提取 score 中的第一个值索引0，最后一个值索引-1，
下面是数字列表的一些简单操作，比如在末尾添加一个数字82，对这个数字列表按顺序排列，输出列表元素的数量，计算数字总和以及找到最大值，这些通过 Python 里一些自带的函数都可以做到。接着是 Array String 字符串的列表，一组文本的集合，像是一个名单或清单 ，names 人名清单 ，fruits 水果清单，同样是通过索引来访问元素，除了访问也可以修改元素，用 append 在末尾添加新的元素。接着因为这两个都是列表，可以通过加号就可以将它们合并成一个名叫 combine 的新的列表。sort 默认将列表按顺序排列，最后这个命令会检查该列表中是否存在该元素，返回的是 true or false。最后一种 array object 对象的列表，像是多个档案袋排列在一起，比如这里就是3个档案袋对应着3个人的信息，每个人的信息又是一个字典形式，通过 key 可以知道含有4种信息 ID、name、age 和 score， 列表里嵌套字典，我们就可以通过数字索引0、1、2和 key 来提取信息的内容，比如例子中李明和88。字典列表的操作中同样也可以添加新的 object， 或是进行更为复杂的操作，比如在这里找出分数最高的学生，这里不用深入探究这个 lambda 函数，只是演示稍微复杂的查询。通过前面的内容，我们已经深入了解了 DeFi 工作流的核心架构、节点体系以及各种数据类型，这些知识为我们构建基础 AI 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然而要想打造真正强大且有创意的 AI 应用，仅仅掌握这些是远远不够的。正如我们所讨论的， DeFi 的工作流本质是数据在节点间的流转与转换，但这种转换的边界在哪里呢？如何将 DeFi 的能力延伸到更广阔的应用场景中？答案就在于工具和插件系统，只有通过丰富的工具和可扩展的插件，才能真正突破 DeFi 的应用边界，将 AI 的能力无缝融入到各种业务场景中。更令人振奋的是， DeFi 最近发布的全新插件系统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，通过简单的插件包结合全新的 Agent 的节点和插件市场， DeFi 有望成为真正的 AI 应用生态系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关注。我是西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